上丹城内，萧炎一行人安顿好后的当天夜里，小医仙找到了萧炎，还没休息。萧炎问道：“薰儿在离开之前可是嘱咐我好生保护你，你都还没休息，我怎么能罢工？”小医仙笑道，之后像是想到了什么，笑容一收，又道：“你跟薰儿说过彩铃的事吗？”萧炎愣住了，他还真没想好这事儿到底该怎么跟薰儿说，可这么瞒着也不是什么事儿啊。叹了一口气后，萧炎道：“船到桥头自然直，等下次见到薰儿时，我会将这些事告诉他。”小医仙听后，不知是想安慰萧炎，还是想为自己争取一下，出声道：“在这斗气大陆上，男人三妻四妾并非是什么稀罕之事，想必薰儿也并不会有意见的。”萧炎听后并没有接话，只是苦笑了一下。小医仙见状就转移了话题，聊起了别的事情，直到他靠着一旁的石墩睡着了。萧炎看了看小医仙熟识的脸庞，想起了那些年在小山谷的日子，取出了一件宽大的黑袍，轻轻地盖在小医仙身上，看了看同小山谷不相上下的璀璨星空。没想到这一看，萧炎的灵魂就进入一种奇妙的状态，灵魂力量如水波般在天际扩散开来，随着扩散的范围越大，萧炎的灵魂也越发的舒畅，直到灵魂视觉中出现了一条看不见尽头的巨龙。巨龙正在沉睡，感应到其身上缠绕着的黑紫色火焰的一瞬间，萧炎就知道它就是3000夜炎火。就在这时，一道厉喝之声突然响起，何人胆敢窥视丹城星域？这道厉喝之声竟然将萧炎扩散的灵魂给生生炸裂散开。萧炎瞬间就从那玄妙的状态中弹了出来，来人从散开的灵魂之力感应到来者是临近灵魂后，立马回到了一处空间，从上头禀报。此时的萧炎感应着灵魂之内增长的灵气，没忍住笑出了声。这若是再进入几次那种状态的话，灵境将不再是梦。不过萧炎也知道这种机会是可遇不可求了，定了定心神后就开始了修炼。当小医仙从熟睡中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了。看了看自己身上的黑袍，又看了看在大石墩上修炼的萧炎，小医仙眼中掠过些许温柔。叶虫的声音突然从院外响起，目的是带萧炎去丹塔的一处测试点，考取一枚丹塔认证的炼药师等级徽章，因为等级徽章是参加丹会必须配备的。在考核等待区，萧炎无意间碰到了一个能通过肢体接触来吸取别人灵魂力量的女子，没等他仔细查探，叶虫就带着他走后门去了。只是那处特殊的考核测验室里，白家与邱家的人也在里面测试。这两大家族之前就被叶家压在下面，如今叶家落了难，他们逮着叶虫和萧炎就是好一阵嘲讽。得知萧炎要不自量力的测试7品中级时，更是哄笑成一团。白家的一名老妪讽刺叶家没什么拿得出手的就算了，还把年轻一辈教得如此嚣张。叶虫还没来得及说话，萧炎就表示这老妪不仅聒噪，还很没有教养。老妪瞬间就炸了，怒骂萧炎是小杂种，没有资格同他这般说话，语毕就抄着他的长指甲想一击划开萧炎的喉咙，结果被丹塔分塔的负责人抓住好一顿凶。唯一老妪不敢再造次，只是阴冷地盯着萧炎道：“小混蛋，以后不要让老婆子我单独碰见，不然的话，我不介意让叶家损失一个后辈。”萧炎没说话，袖中的手默默地散掉了杀招。那老太婆见萧炎不搭理他，更气了，左中小辈都测试完了，他还赖着不走。他等着萧炎考核失败，再好好嘲讽一番，结果自然是脸都被打肿喽。萧炎不仅通过了考核，还被韩立强烈推荐去丹塔总部再测试一下更高的等级。只是萧炎二人出来时，韩立并未将徽章交给萧炎，导致徽一老妪认为萧炎考核失败，可把他给高兴坏了，立马就出声笑道：“废物就是废物，再怎么蹦跶也不过是小丑而已，叶家完了。”韩立告诉这老太婆真相时，她还不相信叶家能有这么出色的小辈，定然是萧炎或者韩立做了什么手脚。被质疑公正的韩立顿时就生气了。徽一老妪见韩立是来真的，立马说了几句软话狡辩，之后领着众人灰溜溜的就想走。萧炎却是叫住了他。徽一老妪转身道：“小子，你还想送老婆子我不成？”萧炎笑了，还真就送了他一程。众人看着被萧炎一拳轰飞，鲜血狂喷砸在墙上，抠都抠不出来的老妪懵逼了。始作俑者却是冲着韩立轻轻一笑道：“韩执事在这里动手，抱歉了。”韩立深知一直是这老太婆在挑事，与萧炎这个潜力股交好也不是什么坏事，就没多说什么，
让白家的将人抠出来将之带走。之后又与萧炎交谈了几句就离开了。回到叶家的萧炎想再次试试能不能进入之前的玄妙状态，幸运之神却是不愿再度降临。不过他也没亏待萧炎。第二天，叶虫带着萧炎去了炼药师交易会。萧炎在交易会上不仅得到了炼制生骨融血丹的主要材料血晶腰果以及血骨参，还得到了一枚古老铜币，注明为药老炼制躯体需要生骨融血丹。虽然为了该铜片得罪了玄冥宗的陈贤，不过无伤大雅，毕竟萧炎一行人的战斗力可不是吹的。回到夜院后，天火尊者就帮助萧炎剔下了全部铜锈，然后把铜片给扔了。萧炎与小医仙都有些不明所以，天火尊者调侃他们阅历太浅，让萧炎用异火煅烧铜锈试试。只见那铜锈在萧炎异火的煅烧下，逐渐变成了5粒淡黄色的粉尘，而且颇有灵性，竟然是运灵粉尘。萧炎从药老口中得知，运灵粉尘乃是炼制8品以及其上丹药的一种必须之物，而且若是将之融入灵魂的话，就能逐渐的增强灵魂之内的灵气，令得灵魂之内的灵气在不知不觉间越发的充裕。知道自己捡到宝了，萧炎高兴坏了。要知道，只要他的灵魂进入灵境，他的炼药水平就定然能够达到8品宗师层次。只要萧炎能够顺利达到8品炼药师的层次，即便是斗尊阶别的超级强者也将会对其客气有加。他与薰儿的路也不会走得那般艰难了，毕竟8品炼药师即便是放眼斗气大陆也是相当稀少的存在。为了一枚8品丹药，一些斗尊阶别的强者也会甘愿去身当打手。于是在药老同小医仙离开后，萧炎就迫不及待地将一粒运灵粉尘吸入体内，没想到收获了一份意外惊喜。粉尘内有着一道极为模糊的灵魂印记，该印记一直念着一段口诀直到消散，而这段残缺的口诀竟是不完全的魂技。萧炎凭借着这残缺的口诀，在一夜之间增长了不少灵气。虽说这一夜无法和进入状态后的成果相比，但却胜在可以长久。日后萧炎只要乐意，随时都可以吸纳灵气。按照这种速度达到8品炼药师，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理了理衣衫，神清气爽的萧炎就走出了房门。叶虫、小医仙等人早就在门口等着他了，因为今天便是5大家族考核开始的日子，而今天的考核将会决定叶家以后的命运。萧炎进军丹塔的第一战将会正式打响。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视频都看到这里啦，给牛奶点个赞吧，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了。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拜拜，下期再见。